法国确定与中国合作推进俄乌和谈，美国被晾在了一边，有好戏看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绍。在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的和解，被认为是美国全球影响力下降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这件事与中国可能推动的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相比，又不可同日而语。美国把俄乌冲突看成是团结西方阵营对抗俄罗斯的关键，还是维系其全球霸权的契机。所以俄罗斯当前深陷乌克兰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需要这场危机，通过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削弱俄罗斯非常划算，而且还能顺带的收割欧洲，并借助盟友的力量与中国展开竞争。乌克兰危机是美国离间中欧经济合作的一个机会，所以拜登政府一直公开反对俄乌停火谈判。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如何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解，需要俄罗斯的支持，也需要得到乌克兰的认可，更需要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力挺。而在西方国家之中，似乎只有法国有能力也有意愿与中国一起推动俄乌谈判。在这一背景下，马克龙访问中国之后，中方就提议由法国具体提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谈判方案。果然，马克龙办公室的一名官员近日证实，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埃马纽埃尔·伯纳正向中方寻求合作，以建立一个可作为俄乌未来谈判基础的框架。也就是说，马克龙希望与中国合作，提出一项可能促成俄乌和谈的计划。在中方的帮助下，将俄罗斯和乌克兰带到谈判桌前。法国称，所有倡议都已通知盟友，这里包括乌克兰和美国。此前，马克龙刚刚结束访华之后，就与泽连斯基进行了沟通，说明法国推动和谈有了一定的政治基础。事情走到这一步，表明法国似乎决心要利用推动俄乌谈判来彰显欧洲的战略自主。如果我们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中国是最早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国家，而法国和巴西是随后积极跟进的国家。相比于中国而言，巴西斡旋时没有政治包袱，法国推动俄乌和谈更能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而中国对这两个国家推动和解的努力都表达了支持的态度。现在的问题是，法国迎合中国的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首先，为俄乌双方战场对决之后参加政治谈判提供了可能。当前，乌克兰正在准备一场大反攻，而俄罗斯军队则在积极准备迎战，两军处于战斗爆发之前的蓄力阶段。战场上对决的情况决定着谈判的筹码，也取决于西方对乌克兰持续援助的信心。更大的可能是乌克兰军队在耗尽攻击动能之后，仍然没有达成目标，而且失去进一步反攻的希望，双方就有可能走向谈判桌。由法国提出的谈判方案又得到中国的力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照顾到俄乌双方的核心诉求，为和平的到来创造条件。其次，美国有可能在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问题上被晾在一边。乌克兰现在需要美国的军援，主要还是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如果最终发现只有政治解决这一条路，而美国又不允许乌方参加谈判，那么泽连斯基也将面临重要抉择。一旦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扛不住，或者失去获胜的希望，美国推动的军事对抗战略就会面临失败，这将极大地打击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最后，不管法国拿出的方案俄乌双方是否能够接受，都将拉低美国的影响力。原因很简单，因为法国由此而成为西方国家中最先提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国家。得到中国支持之后，这样的方案在国际上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敢轻视的力量。总体而言，由中国提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主张，再由法国拿出具体方案，是当前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最佳模式。马克龙积极响应中国的号召，已经实实在在地打击了美国的霸权。法国政府此举非常值得点赞。
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